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在 Windows 笔电阵营里面，酷炫、超帅的机器有很多选择，但要说到质感加电竞这两个关键字，那我相信你我的答案都一定会冒出那两个字，那就是雷蛇。看这个方正的黑色系金属机身，看这疗愈的点阵喇叭开孔，看这个超大的触控板搭配上饱满的 Perky RGB。 再看看这个近乎满版的16寸 Mini LED 萤幕，你说这么一台干干净净、质感满分的雷蛇笔电，谁能不爱呢？但奢华用料的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很霸气的售价。今年的 Blade 16 4090的版本要价近15万6，408年版本落在13万9，而407年的版本则是12万左右。但用料也是真顶 ，CPU 用的是 Intel Core i9-13950HX。 今年看到 HX 结尾的处理器，大家不能松懈，要直觉反应，这颗处理器肯定不简单，可能比大部分人的桌机都更强。萤幕也没话说，采用的是友达供应的 Mini LED 萤幕，峰值亮度1000尼特，拥有1000个空光分区。看到这里已经很顶了，更顶的是这块萤幕是全球首款双模 Mini LED 显示器，可以在 4K 120Hz 以及 Full HD 240Hz 自由切换。你要 4K 高解析度加高更新率，还是你要240Hz 超高更新率，切换到 Full HD 就能做到。好啦，重点就先说到这边。总之，今年这一台真的很值得一测，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就详细来聊聊吧。 首先看到外观，整体来说，今年的 Blade 16就是保留了雷蛇所有的经典元素。开场大家也看过细节了，我就只讲重点。在 I/O 接孔上 ，Blade 16右侧有一个 HDMI 2.1的接孔，实测可以达到 4K 144以及 8K 60Hz 的画面输出。接着是一个 USB-A， 一个支援 Thunderbolt 4的 USB-C。这个孔同时支援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实测65瓦的充电器最高可以达到60瓦的快充。 100瓦充电器则是可以达到90瓦的速度，所以出门文书的话，有 PD 充电还是比较方便的。带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就 OK， 不用带大尺寸的变压器。接着这个我蛮意外的 ，Blade 16居然给了 SD 读卡机，有内建读卡机真的就是创作者的福音，给个好评。接着看到左侧有电源接孔，然后2个 USB-A， 再一个 USB-C， 这个 C 孔也支援 PD 充电，用料没有省。最后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 所以 Blade 16的接孔给的蛮够的，3个 USB-A， 2个 C 孔 ，HDMI 2.1， 读卡机都有，诚意不错。不过没有内建 RJ45。而在重量上 ，Blade 16单机落在2.5公斤左右，加上充电器后，大约是3.3公斤，在效能笔电当中也算是比较轻的机器了。对了，雷蛇这颗变压器采用了氮化镓的方案，所以可以明显感受到这颗280瓦比其他品牌都小了一圈。愿意用氮化镓方案，再给个好评。 地面的设计简单利落，也有比较厚的胶条垫高，帮散热留出足够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 ，Blade 16的风扇进气开孔用的是间隔比较大的横栅式的设计，优点是开孔够大，进气通畅。但相对的，大家要小心不要直接压到开孔，要不然防尘滤网是可以直接碰到风扇本体的。接着我们来看这台的亮点之一，也就是 B 面的萤幕，上盖可以单手开合。 今年 Blade 16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采用了友达 MLED 方案的双模 Mini LED 背光萤幕，透过雷蛇控制界面 Razer Synapse 就可以切换 4K 120Hz 以及 Full HD 240Hz 的原生显示模式。切换时会需要重启切换显示模组。如此一来，只要一块萤幕就可以达到原生 4K 高解析度，搭配 120Hz 高萤幕更新率，以及 Full HD 240Hz 两种原生选项，可以满足创作者需要的高解析度。 搭配上40系列显卡，也可以透过这块表现很好的 4K Mini LED 萤幕，享受各种大作的细腻场景。而如果要追求高更新率，去玩 FPS， 也就是射击类型的游戏，像是 CS:GO、Apex、PUBG 等等，那 Full HD 240Hz 也能让你大显身手。并且在 Windows 设定当中，120Hz 之下，你可以选择60、120Hz 自动调整；240Hz 之下，则是可以选择120、240自动调整的设定，借此达到省电。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开 4K 240Hz 的规格呢？一来当然是控制模组的限制，二来加上 Mini LED 的控光调校就更难做了。最重要的是，第三，大家的预算应该也是有限的吧？与其花很大的力气去开一个现阶段不太现实的新规格，让成本整个上去，当下双模就是相对更均衡的选项。
一块萤幕就可以满足创作以及不同类型的游戏，算起来也是蛮香的了。并且这块萤幕搭配的是 Mini LED 背光技术，相较起过去大多数的 LCD 萤幕笔电，背后的背光只能固定开启，没办法达到高对比。Mini LED 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它的灯珠阵列是可以独立控制开关的，这边看动画就很清楚了，只有显示画面的区域 Mini LED 才会被点亮。当画面显示黑色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关闭灯珠，达到高对比。雷蛇是直接标100万比1，但其实关闭灯珠就是近乎无限对比的意思啦。此外 ，Mini LED 最大的优势还是亮度表现。复习一下，以目前的笔电来说，传统 LCD 好的大约是500到600尼特 ，OLED 600到700尼特，而这款 Mini LED 雷蛇标的是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但是不能只听雷蛇说，我们自己实测更准。经过我们实测 ，Blade 16在 HDR 全面画面之下可以达到1180尼特，峰值亮度更是可以达到1200尼特以上的表现，所以雷蛇标1000尼特没有虚标。这边也依照惯例提供 Halo 的表现让大家参考。我们这边也详细来测一下色域和射准。Razer Blade 16的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91%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CI-P3，色域表现是达标的。重点还是看色准，因为雷蛇并没有色域调整的选项，自然也没有对应的色彩设定档或是色域限缩，只能测试在预设模式下，平均 Δ1达到1.31。这个数值我们会希望它是小于2的表现，所以这个表现是达标的。不过我们也发现 Blade 16在 Optimus 和独显直连两个模式下会分别对应2套色彩描述档。在 Optimus 之下选择 Blade 这个设定档，这个时候 CCT 落在6400K 左右 ，Δ1会是准的，达到1.31。不过在 sRGB 色域下 ，Blade 描述档也会提供对应的色域映射，但 sRGB 这边测出来是略有溢出。而在独显直连之下，萤幕会更加偏暖，原因是在独显直连模式下，雷蛇并没有加入色彩描述档，这个时候 CCT 来到5900K 左右 ，Δ1则来到8.5。所以如果是追求色准拿来创作的朋友，记得选择 Optimus 模式，并且选择 Blade 色彩描述档会更好一些。HDR 部分帮你直接实测。在 Netflix 可以成功点灯 HDR 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最后 ，Blade 16今年也采用了16:10的萤幕，无论是文书还是工作，16:10的显示面积更大，就是更加实用，所以可以做到在过去15.6寸的机身尺寸当中，再进16寸萤幕这种操作，给个好评。顶部也拥有支援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的视讯镜头，实测低光下也可以解锁，也有配置实体镜头滑盖，物理级的安全防偷拍。最后看到 C 面键盘部分 ，Blade 16采用了经典的 Perky RGB 设计，每颗按键的 RGB 都非常饱满，亮度也很够。不过想特别聊的是方向键，左右给了全尺寸，但上下2颗按键采用的依旧是半高的设计，并且我总觉得如果稍微调整一下右下区域的按键配置，应该是可以做到全尺寸的。期待雷蛇的设计师之后可以发挥创意啦。而在键盘手感上算是薄膜偏软，回馈没有这么爽，但这是适合长时间打字的类型，久打手比较不会不舒服。这边也提供一段键盘收音。最后是触控板，这个触控板也太大了吧！表面算是细腻滑顺，触发利落。但是这个面积是真的有点太大了，需要稍微熟悉一下手肘的操作位置，要不然在打字的时候，偶尔是会不小心碰到触控板，造成误触的。接着，我们就进入另一大重点——效能测试。帮您手上的 Razer Blade 16在 CPU 部分采用的是今年表现很顶的第13代 Intel Core HX 系列笔电端处理器 i9-13950HX， 拥有惊人的8个 P Core 加上16个 E Core， 组成24核32指径序的架构。在加速模式下 ，TDP 可以达到110瓦，所以在散热上当然也不能马虎。Blade 16采用了左右2组风扇，主要的发热区域也盖上了大面积的 VC 均温板。实测 Blade 16这2组风扇在全速运转下，大约落在57分贝左右。以这个级距来说，噪音控制还是比较好的表现。依照国际惯例，先来测个 Cinebench R23。Blade 16今年采用的是 Intel 极致效能定位的 HX 系列处理器 i9-13950HX， 实测在单核中拿下了1962分，多核同样是很惊人的26120分，仅低于 i9-13980HX。Intel 今年的牙膏继续踩，
对比去年同样定位的顶级 CPU i9-12950HX， 单核提升了 3.3%， 在同一个级距多核就更猛了，提升来到了 32.5%。对比同为第13代 H45 系列的 i9-13900H， 更是快了 36%。如果你是隔代升级，这次的 i9-13950HX 对比 i9-11900H 更是直接翻了 2.1 倍。今年就是把桌机处理器塞进笔电端的一年。重点是这个表现，我们直接跟桌机处理器对比也完全不输哦。对比去年的桌机顶级 CPU i9-12900K， 只差了 4.5% 就能追上，更是全面超越今年的第13代 i5-13600K， 强上了 9.2%。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看到 HX 结尾的处理器都要先敬畏3分啊！这一波 HX 系列 CPU 的峰值效能是真的非常强，不过笔电的散热当然跟桌机还是有差啦，但这个表现已经是真的比大部分人的桌机都还要更强了。接着来看显卡，在 GPU 上，这次测的是 GeForce RTX 4070，并且是满血140瓦的版本。另外 Blade 16也有满血170瓦的4080、4090两个版本可以选择，但4080、4090我们先前都测过了，所以这次都借来满血的4070测一下表现，也顺便对比140瓦和105瓦的4070差异有多大。因为大家也知道，4070这张卡在笔电端有电压强的限制嘛，平常游戏也就是只能跑到100瓦上下，正好可以看看105瓦跟140瓦两个不同设定的机器对比表现是如何。从结果可以看到4070、4080、4090的效能差距，大家就可以斟酌要选什么版本啦。但我更关心的是140瓦和105瓦的效能差异到底有多大？答案是只差了 1.9%。所以这代的甜品卡系列是真的不用有满血迷思，4070大约100瓦上下就很足了。也有品牌将瓦数拉高，散热堆更多，所以让4070机型散热几乎无负担这种奇妙的状况发生就是了。因为就算设计了140瓦，最后也就是100瓦上下在跑，只能用有趣形容了吧。不过反过来说，140瓦的4070在 TimeSpy 的得分几乎都等于3080了。对了，我想特别聊一聊 Blade 16也支援独显直连，不过相较起一般的 Max 独显直连机型，在切换模式的时候都需要重新开机，而 Blade 16是不用的，直接透过 NVIDIA 控制面板，选择仅限 NVIDIA GPU， 不用重开机就可以切到独显直连。反之 Optimus 就是透过内显输出的意思。独显直连的好处就是可以更完整的释放显卡效能，并且有效降低延迟。像是我们这边直接测试对延迟很敏感的 CSGO， 可以看到在 Optimus 模式之下，原本是361帧，开启仅限 NVIDIA GPU 之后，直接来到了437帧。不过感觉雷蛇之后可以再加入个仅限内显的选项，带出门的时候关闭独显也会更加省电。而在记忆体部分，采用的是16+16，总共32GB 的高频 DDR5 5600的 RAM。储存空间部分用的是单条 1TB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速度可以分别达到6870的读取、4830的写入。下面还有一条 M.2 插槽空间可以自行扩充。邦尼这边也直接跑 3D Mark TimeSpy 20轮测试。Blade 16的稳定性达到 99.8%， 全程 GPU 温度落在78度左右 ，GPU 控制在80度。可以看到 Blade 16这样的解热规模来应付本来就发热不大的4070，在散热表现上还是比较稳的。邦尼也直接测量机身温度 ，Blade 这边最高温达到大约50度，不过整个按键区域的温度倒是控制得很好，都在30度上下。好，看完了理论效能，我们接着来测游戏效能。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游戏测试吧。首先是 Forza 5 ，Full HD 之下完全没有压力啊！最高档位的极端画质加高光追的设定，轻轻松松就破100帧。开启 DLSS 之下，更有138帧的表现。4K 极端画质加高光追之下，不开 DLSS 就已经平均有61帧。开启 DLSS 之后，更是有平均74帧的表现。接着跑 God of War 战神。Full HD 没压力，比较平衡的选择是 2K 极高画质，不开 DLSS 之下就有平均58.6帧。开启 DLSS 之后，平均达到74.8帧。上 4K 高画质的话，平均达到43.5帧。DLSS 之后就有顺跑73.6帧的表现。接着来看光追比较复杂的 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先测不开光追。Full HD 同样没压力，直接测 2K 比较均衡的高画质中光追，平均56.6帧。开启 DLSS 之后，直接破100帧，来到平均111.2帧。
如果想要上 4K 画质，那就不建议开光追了，可以选择 4K 电影画质。不开 DLSS 之下，平均52.9帧顺跑。开启 DLSS 之后，可以达到平均90.4帧。最后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先说结论，4070在 Full HD 之下，其实驾驭的就不错了。在 Full HD 极高画质之下，平均就有86帧。开启 DLSS 之后，更是直接达到平均177帧。如果我要开光追，那就必须借助 DLSS 的神秘力量。在 Full HD 极高光追之下，不开 DLSS 平均40.32，开启 DLSS 可以达到平均132帧。2K 极高光追不开18.6帧，开启 DLSS 平均88.9帧。如果想上 4K， 一样需要 DLSS， 建议的选项是 4K 高画质，开启前平均23帧，开启 DLSS 平均64帧。总结一下 ，Blade 16因为有 4K 萤幕的关系，我会建议，如果是买来为了玩 4K 大作的朋友，最少选择4080。当然，有预算的话，40系列上到4090也是会有提升感的。一次到位的确是选择。如果 4K 是为了创作，不是为了游戏，那4070就几乎足够应付做 Full HD 游戏开启光追的效能需求。2K 不开光追也能驾驭，但 4K 游戏就不建议了。基本上没有 DLSS 是无法顺跑的。但换句话说，40系列是真的进步很大的一代啊！从4080、4090推出之后，居然连在笔电上顺跑 4K 也变成稀松平常的事情了。续航力部分 ，Blade 16采用95.2瓦时的电池，在8年的续航力测试中，连续播放 Full HD 的 YouTube 影片1小时都是下滑36%。而在 PC Mark 10现代办公、萤幕设定200尼特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Razer Blade 16最终拿下4小时20分的表现。代表如果你要带出门使用的话，势必至少要搭配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才会比较稳。帮您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80瓦充电器实测，充电半小时达到37%，1个小时充满60%，1个半小时85%，完整充满耗时2小时22分。这个充电时间算是拉比较长的。最后的时间，帮您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结果让大家参考啦。整体来说，雷蛇的笔电码判断值不值得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到现场直接摸摸 Blade 16。这个外观只要跟你对上眼了，我想你把它带回家的日子也不远了。接下来就是努力存钱，把聘金准备好，就可以取回家了。好啦，认真说，这代 HX 系列的效能基本上就是放心吧，只怕你用不到，怕效能不够。4070算是适合创作者偶尔游戏的选择，但如果你有以下几个关键字，包括了进阶创作，例如3、4D 需求、4K 多轨影音剪辑、动画制作、建模，那预算足够的话，我良心建议，真的是良心建议，至少都要选4080起步的显卡啊。虽然价钱的确更高没错，但相较起4070，在创作上就会有感的提升。主要的差异就是酷大的规模，我把4070、4080、4090的差异列出来就很清楚了。尤其如果你的主力软体有 GPU 加速的最佳化，那差异就会更加明显。好了，本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尽量都测了 RTX 4060、4070、4080、4090的表现，我们先前也都有测过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差异，也可以直接往前翻对照即可。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的时间来听听音效体验。Blade 16搭载了经过 THX 认证的4组喇叭，音量表现不错，帮你实测最大音量大概落在90分贝左右，人声稍微有压缩感，但整体表现算是正常的水准。节目的最后也提供外放测试让大家参考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